可以开始这样了。可以啊。我还没有想好我的开场白是什么。恭喜 everybody! Today is Chinese New Year, Day 11. 今天我要开的是 S22， 没什么关联啊。前几天就是 Samsung S22 Ultra 的 launch 啦，我们今天就想要为大家整理一下推出的这3个手机，没错，就是 S22、S22 Plus 还有 S22 Ultra 啦。今天呢，我们可能稍微有点迟，所以在这里为大家整理一下这3个手机分别要怎样选择，或者是适合怎样的人嘞？比较看起来没有这么迟推出，哈哈哈。其中它们最明显外形上的差别就是它们的尺寸啦，分别有6.1寸、6.5寸跟6.8寸的。先讲它的颜色，颜色也是一样，3个电话都有4个不同的颜色。最特别的，它们就是讲的 burgundy， 有点紫色的感觉。可是非常的抱歉，我的 Note 9好像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颜色。相机部分它就有3个镜头，分别是50 megapixels 的主镜头、12 megapixels 的 ultra wide 镜头，还有10 megapixels 的3层镜面镜头。Front camera 就是10 megapixels 啦，这个也是稍微跟 ultra downgrade 一点点，差一点点的地方。Battery 的部分呢 ，S22 就有3700 mAh，22 Plus 就有4500 mAh 啦。Storage 的部分呢，这2个都是只有到128跟256的2个选项。最大的主角来了，S22 Ultra。实不相瞒呢，我从 Note 2就开始用，我是一个忠实的 Note 粉丝啊，所以听到哎呀 Note 可能 discontinue 的时候，我是感觉有点挫败。可是 S22 Ultra 的那个官方 video 为什么会一直比8出来的？就有很多粉丝问我，哎 ，S22 出了，你会不会有一点心动？哦，当然看那只比8出来的画面是有一点，可是它的 spec 上是不是真的会让我动心嘞？首先讲它的颜色啦，也是有4个颜色，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它的大小是6.8寸的 Super Dynamic， 不是 Super， 它的大小是6.8寸的 Dynamic OLED， 它的大小呢是6.8寸的 Dynamic AMOLED 2X。1440p， 比起 S22 跟 S22 Plus， 它们就只有1080p 啦，所以在 resolution 上会更加的细节多一点。它的外形啊，相机模组的排列方式啊，微曲面的那个表面看起来都是跟 Note 20 Ultra 是差不多，甚至可以讲是一模一样。只是说它后面的那个镜头已经少了那一块浮起来的一片铁，直接就是一颗颗圆圆的在上面。我个人感觉啦，如果有点 trypophobia 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人，会看起来觉得有点恶心我是觉得有点丑啊。可是如果是选择黑色的话，可能那个一圈圈起来的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明显，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可是我也是非常好奇啊，它的时机会不会比较棒呢？因为毕竟它是雾面的质感，我个人也是觉得雾面的不沾指纹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高级感。可是特别的是，它前面跟后面使用的都是玻璃的材质，不管是 S22、22 Plus 还是22 Ultra 都是用玻璃 Victus Plus 的，所以我觉得它在 build 上，它的 quality 上看起来都是会更进一步的，比起上一代是 plastic。这整个电话令大家最的就是那支笔竟然可以从电话里面拔出来。虽然说上一代 S21 Ultra 也是可以支持到 S Pen 一起用的啦，可是它就是没有一个洞给我插进去。可是这个真的有个洞给我插进去，只是它真的是看起来跟 Note 一模一样。可圈可点的是，它的 battery 也一样是5000 mAh， 它怎样挖出一个洞去把那个 camera 沉进去，又挖出一个洞给那个笔插进去？所以我觉得它里面的构造是肯定比上一代进步了的。它的排列方式，它的 chip 也变小了，没错，使用的是 4nm 的 Snapdragon 8 Gen E。上一代也提到了888就是很容易烧啦，虽然它是一个很好的 gaming 机，可是一烧全部 frame rate 都会 drop。至于这个8 Gen 1是不是真的也会烧呢？迫不及待想要拿到实际来看看。除了说那个笔更快、更敏感，可以更智能的预测到你下一个步骤怎样画之外呢，我觉得最期待的就是打到，我觉得最期待的就是它的相机啦。Camera 的话，它还是跟 S22、S22 Plus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有一个108 megapixel 的 main camera， 还多了一个10层的10 megapixel 的 zoom in lens 啦。也就是说，这个 S22 Ultra 可以 zoom 到100倍那么远。可是众所周知啊，你 zoom 到那么远去，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stabilization 好不好？因为你 zoom 到100倍去，你的手一直走，其实什么也拍不到的。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在 stabilization 是下了功夫的，其中包括了有 OIS 跟 VGIS 旧科技来的，就是 OIS 跟 EIS 来的。可是没关系，拿到机再看一下他们真正的 performance 会是怎么样。至
至于 front camera 就是40 megapixel 的，也比 S22 S22 Plus 只有10 megapixel 是更厉害的。这个官方 launch 来还特别讲解了它几个拍照的 feature 啦，其中一个叫 Nightography 的，基本上就是 night mode。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点怒？可是没有哦，通常 night mode 是用在 main camera， 可是这一次它的 night mode 除了 main camera 还可以放 portrait、tele 还有 front camera 都有 Nightography 的这个功能。另外还有在 camera 上的一个升华，是它有了 anti-reflective nano coating。它就是一层 coating 减少你 lens 之间的反射程度啦。这样到底有什么帮助呢？我个人觉得啦，我是看了一个 reviewer compare 这个晚上拍照的一个效果之后，我就发现它真的没有那种鬼影光影，比起其他电话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多了一个 nano coating， 可以减少眩光啊、light flare 跟鬼影，它的 contrast 也会看起来更加的深。好啦，这样就大概的解释完 S22、S22 Plus 跟 S22 Ultra 的差别是什么啦。可是这种各种不同的功能会适合怎样的人呢？首先，我觉得你需要比的人肯定是要 Ultra 的啦。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对拍照，尤其是 front camera 有点要求的话，这个40 megapixel 跟10 megapixel 看起来是相当有差别的。尤其那个108 megapixel 的确是可以拍到更多细节的。又或者是你本身对 screen 的 resolution 是有比较高一点的追求的话，就可以选择 Ultra 的1440p。相对的 S22、S22 Plus 只有1080p。除此之外 ，S22 Ultra 也是有 LPTO 2.0的，其他两款没有。然后 S22 Plus 跟 S22 Ultra 有45瓦快充，可是 S22 只有25瓦。我个人觉得，在现今这个年代，你只要少过40的话，好像我们都叫它算慢。我看着我33瓦的 Charger， 33瓦的快充。慢。除此之外，如果你想要是12GB RAM 的话，你就只能选择 Ultra 啦，因为其他两款就只有8GB RAM 的选项。价钱的部分呢，我们从 S22 128GB 开始讲，是3499、4099跟5099啦。从最低的跟最高的相差了1600块钱。可是如果我现在跟你讲相差了这1600块，就要去想一下多出来这1600块对你来讲是值不值得，你有没有需要用到？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啦，其中包括相机啦、RAM 啦、笔啦。Screen 的 resolution 啊，还有 battery charging speed 啦。对你来讲，这几个 point 如果你是没有用到的话，你白白给这个1600块，对你来说值得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我自己都讲不出 S22 有什么好我讲不出很热吗？好咯。我的眼睛只放在 Ultra 那边罢了。我这边就要讲我个人的 conclusion 了。坦白讲，我那时候开的 Note 20 Ultra 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上一代没什么差啦。我虽然有点心动，可是我也想等下一代啦。我觉得下一代会更好。结果21就没有了哦，我开始有点后悔啊。你懂？你开始那时候就觉得，这个男朋友还好啦，没有什么好，我觉得下一个会更好。突然间连这个男朋友都不见了的时候，就原来我可以是没有人要的根本。突然间，旧的回来了。旧爱还是最美。哇！所以5099可能我是真的会花下去的。现在可以开始 pre order 了，要等到3月头才会开始寄货，所以我可能会3月头的时候再看实际是如何。OK， 今天就这样，讲太久。